夫君，这几日药铺里可热闹了。先是林姐姐，又是王娘子，你知道吗？王娘子家的山羊突然卧到地上，起都起不来。后来我去一看，才发现是她的桶里进了鬼田根。鬼田根？然后呢？鬼田根是当地的叫法，旁的地方不常见。你别看这鬼田根貌不惊人，若是把它浸入甘草饲料里，药性甚猛。只是可怜了那几只小山羊了，估计到此刻都还缓不过来呢。夫君，你说这鬼田根能让山羊倒地不起，那战马呢？啊，夫人这是何意啊？听说戎部都是骑兵，我的意思是，若有什么法子让他们的战马吃了浸过药的饲料，四肢虚软，岂不是能大大折损其战力？是，计是好计，但是该如何把这些饲料放过去呢？我们可以收集鬼田根的根须泡水，把甘草混入后晾干了使用，如此是查验不出的。倘若他们让马儿试吃，马儿的身形比山羊大那么多，一时半会儿药效也不会发作。至于怎么送到敌方去，反正夫君你只管献策，王爷若是有胆识谋略，定会想出该如何行事的。我会跟王爷上报，可是一时间找这么多的鬼田根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夫君放心，你妈妈已经寻过，这附近的鬼田根定是足够的。还是我的夫人思虑周全。崔行舟，要不还是我去带队做饵吧。你是主将，不能有任何闪失。你办好我也很重要，得让他们知道，我是在找他们的主力决战。那你万一被包围了怎么办？那就说明我们的计策奏效了。死了也值当的。不行，你不能死。再说了，那话你得亲自跟柳门堂去说，我可不给你善后。啊！阿文，迪布鲁托，夫妇，维贝纳，诺伊哈阿姆，此地阿了，此地阿了，此地阿了！今夜决战，军眷们准备今夜彻夜为将士们祈福。夫人，咱们不去吗？
祈福无用，人定胜天。崔家娘子，快去看看我家夫人吧，她难产了。思月，来深呼吸。李妈妈，你去山上把生过孩子的嫂子叫些个过来。你去打3桶水过来。好。忍忍啊，忍忍，马上就好了。心门耳疼，不会的，我坚持住。我拉死你！夫人，你会说荣语。坚持住，没事的，我们一定会保你母子平安的。用力！李妈妈，把医书和银针拿来。张娘子，坚持住，坚持住啊！用力！坚持住，思月。Давай, нас-то поеди. Ali. 李娘子，鼻子吸气，嘴巴吐气，快，深呼吸。李妈妈，你去柜上拿些山参切薄片，给她含一下。好，快，夫人，就好了。深呼吸，深呼吸。李娘子，用力，可以的，没事。动了，好像动了，管用，这下肯定能母子平安了。李娘子，加把劲。鬼天根生效了！全军将士们，在，随我出军杀敌！安德罗纳，二郎！
听说你找我啊？遵行，走。没事了，恭喜林娘子，母子平安。好啊，真可爱呀！这个给你了。赵神医，我夫君到底怎么样？啊，他就是劳累过度，加上之前的一些旧伤复发，因此晕过去了。只要找些上好的补药调理些时日就好了。恭喜总兵！哦，如今应该称您石尚书了。本该祝尚书回京后步步高升，偏偏您已经是武将之首，生无可生，真叫云儿为难了。什么加官进禄的，都是为了天子尽忠罢了。是云儿短视了。石娘子。父亲，子瑜公子，这位是四娘子，是子瑜旧部的女儿，这么多年一直跟随着他。不愧是石府千金，真是温柔端庄，风姿绰约。子瑜，此番进京，身迁数职那是其次，主若是太后想见见你，放心，也只是为天下招安，做个表率。太后也会照顾养山的，只是要想讨得圣心，还需谨言慎行，多做准备。劳石尚书费心，子瑜已备好北海产出的玉石。
明日就要启程了，早点回去歇息吧。子瑜先行告退。好。小七，你过来。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？子瑜公子尚需谨言慎行，何况石家女儿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父亲的颜面。你是主母，不得怠慢子瑜和孙娘子。男子嘛，3妻4妾本是常态，更何况他们这么多年的情分，左右也越不了你这个未来的主母。父亲说的是。你之前所说的是我们荣部通用之语，口音几乎毫无偏差。若不是在荣部长期生活过，或是与荣部众人打过交道，不会学到你这样的程度。我从未听过大齐与荣部有铁矿交易。崔行舟，此事非同小可。铁矿历来属朝廷所有，私下贸易乃是大忌，那是要论谋反之罪的。他区一个西州城太守，如何敢为？这定然不是他一人所为，背后定有泰山可依。他暗地里操持大宗铁矿交易，不惜以一场祸国殃民的战事来掩盖一切。那些进入了大齐的黑铁矿，到底流向了哪里，才是关键所在。荣部骁勇，有仇必报。正是因为看见自己兄弟被杀了，这场战事他们才会以命相搏。吴太后是有心把你逼入死局，荣部反而成了他的死士。只怕他自己也被蒙在了鼓里。都小心点啊！其思其寻，呼儿顾吧。孤木南春，独狼往奔。还是用我大齐之语念，才更有意境。狼是最忠贞的动物，荒原之上，狼成双而行，一生只认一个伴侣。若爱侣死去，自己也不会独活。哎呀，盖个毯子还把你给吵醒了。夫君，我方才睡着了。看你一直皱着眉头，做噩梦了？没有，就是有些累罢了。夫君，你们会怎么处置那些俘虏啊？怎么会突然关心这个问题？就是昨日我和温家娘子回村时，看到了一群俘虏，他们路上聊起了这个，我也有点好奇。哎呀，都是被那些无边的传言给吓着了。俘虏的去留还是要看朝廷之意，要是弹劾了，未必会处以极刑；通敌者必定会斩首示众，罪行严重的，株连九族。这是今日有一匹狼误进了军营，他们把它给擒住了。狼尾毫很坚硬，
正好做了一支笔，让你好好练字儿。这狼尾做的，不喜欢啊？不是，我只是听说荒原中狼结伴而行，若是擒杀了一只，他的伴侣也无法独活。我也知道这里以狼为尊，早就放了，夫人不必为此担心。我只是突然记起从前听说过这个说法而已。你好像对这很了解嘛。我今日听李妈妈说，你还学了荣语，会说什么？这狼毫笔怎么说呀？当然不会了，我就只是简单的会一些口水话罢了。夫君怎么了？我看我的夫人气色不太好，得好好的歇息。等会儿我就早点走了，今日晚上还有军务。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夫君不用担心。王爷，西周那边派人传来消息，说阿骨山战败，被淮阳王生擒，事态恐生变数。王爷，当初咱们引兵偷袭，因阿骨山失控犯境，与醉鹰州两败俱伤，就此泯灭铁矿生意的线索。可这一石二鸟之计，阿骨山就是个无用的废物。属下只是担心，这醉鹰州再查下去，只怕铁北山之事会浮出水面啊！哼，等不到那一日。此事让云娘料理妥当。至于铁北山一支，就到此为止吧。是。大齐刚打完胜仗，怎么连我们外邦的普通商贾都忌惮了呢？我们进完货，马上就走。胡荣哥，你是老狼主的旧部吧？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那我也就没什么隐瞒的了。我们此番前来武宁镇，并非心存恶意，而是为了来迎接老狼主流落在外的纯月公主。我知道，否则你也不会那么顺利的过来。纯月公主在这儿的名字应该是叫林思月吧？王爷，人到了。你，我只听说过春日里有雄鸟啄掉自己的尾毛，假扮雌鸟，避开群争，骗取繁衍的机会。可没想到，堂堂一王爷，居然假扮百夫长去骗一个女子。你们大齐的男子真是一个赛一个的虚伪。大胆！堂堂淮阳王岂容你污蔑？皇贵，纯月公主，今日我可以放你回去，也可以以细作的名义将你扣下。王爷，王爷若想扣下我，就不会等到呼荣哥来的这一日。我听说阿骨善杀了你的父亲，取代了你们真正的王族。我战胜他，只是为了驱狼出境，戍卫边疆，没有伤害你们部族的意思。公主，你大可不必将我视为敌人。阿骨善战败被俘，是他咎由自取。除了他，荣部跟大齐本来就井水不犯河水，王爷不用过度猜想我的意思。好，公主豪爽，请坐。今日请你们过来，是想商议一下大齐和荣部的铁矿生意。你知道铁北山的事？盐铁乃国之根本，大齐断容不得这种损害国力之事。公主若能提供线索，
我不但可以放你回去，还会上报朝廷，广开官道，促成这一桩双方互利的生意。王爷，此前齐人是与我们部落来往铁矿生意，不过主事者只与老郎主对接，我们并不知情。我只记得3年前，我在戎部看到过一支大旗的镖队。镖队的名字你可记得？不记得。他们很神秘，纱布遮面，每个月往来部落1次，由我阿爹亲自接待，因此我不认识他们。后来我便出嫁，与部族断了来往。多谢公主。战事初平，金甲关恐怕会有阿古善的余孽，我会派一队精兵强将护送你们回去。就这么容易？就这么容易。但是事后还烦请公主将之前的账本交予我军，以便细查。就放着立功可不。阿爹已化成苍狼，账本留在我身边也无益。我可以答应你们，把账本给你。这件事情是大齐和戎部的条件，还有一个条件是本王和公主的约定。怎么还有条件呢？王爷，请说。不要将我的身份告诉柳绵堂。他对我真心相待，数次救我性命，你却让我帮你骗他。我断然不会伤害他，这也是我以淮阳王之名做下的承诺。如今我已担公主之责，身后便是戎部的百姓，我又有什么资格不答应呢？多谢。我来帮你。这个拿着，翠家娘子，多谢你。我也没做什么。你对我母子2人的帮衬，我会铭记在心，就像草原上的斑猫。我来武宁镇的这些日子，听过的动物比我这辈子见过的都多。拿着吧，做个念想。正好，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。这是玄铁的匕首，齐人很少见过，只赠予最珍贵的朋友。这匕首是玄铁所铸，你拿去防身。照顾好自己。你也是。Evil is enough.